大家好，我係貓哥啦。今集咧就終於開翻，上次又開完亞馬拿倫啦，咁啊事不宜遲嗱聲啦，因為咧又差唔多到月尾啦，我估應該下個月有新車啦。咁但係真係冇辦法，因為中間隔咗個車仔戰啦，而我又病咗啦，咁所以令到大家延誤咗。咁但係我覺得都係想拍翻嘅，咁啊係咯。嗱，咁今集咧，我哋就會開一部林寶堅尼啦。其實呢一部林寶堅尼咧，其實我自己就非常之中意。其實應該咁講，喺林寶堅尼嘅系列入面咧，除咗 STO 咧係我最中意嘅其中一款車之外咧，呢一架亦都係令到我覺得，眼前一亮嘅車款嚟嘅，就係呢部 LP884嘅一個 Countach 啦。咁其實呢一架車係融入翻經典嘅一個款式入面咧，再去融入到而家咁大家見到嘅現時咁嘅樣啦。咁啊好啦，我哋事不宜遲啦。咁啊記得喺影片開始之前咧 CLS 我啦。今次為咗佢哋嘅開山鼻祖啦，當年喺70至80年代嘅經典 Countach 去做一個致敬啦。咁今次咧只係打造咗112部嘅啫。咁呢一部 Countach LPI884咧，咁啊為佢帶來全新嘅面貌啦，更加趨向未來嘅風格啦。除咗繼承翻過往嘅傳統血統之外咧，更加加咗一啲新嘅科技上去啦，以及設計啦，令佢融入一個全新嘅 DNA 啦。咁今次嘅設計靈感咧係來自於當年嘅 LP570嘅概念車啦，以及 LP88嘅正式生產版本啦。咁今次呢一部車叫做 LPI88啦，咁亦都用上咗全新嘅一個演繹靈感啦 Quattro 嘅呢一個版本設計啦，長車頭設計嘅。咁既然叫得 LPI 咧，當然就係融入咗新嘅混能動力啦，用上咗而家Xi'an開發嘅混合動力嘅版本啦。咁啊，再加上呢個永久嘅四驅系統咧，0至100只係需要2.8秒就可以完成，非常之快啦。而喺內部嘅結構上面咧，亦都沿用翻當年嘅 Countach 嘅科技啦。咁啊，再加埋而家嘅未來科技風融入咗入去啦，咁令到打造成為一部全新嘅車嘅。咁我哋一齊嚟睇下成架車嘅整體結構啦。好啦，大家已經見到呢一部車啦。咁其實咧，我一嚟到已經先入為主啦。點解咧？因為我最近就玩緊呢個 Cyberpunk 2077啦。咁其實裏邊有一款車咧，非常之似呢一部車嘅。咁啊，一嚟已經先入為主，好有未來感啦。咁啊嗱，講少少啦。整體嚟講，成架車嘅基因上面咧，亦都擁有好多林寶堅尼過往嘅 DNA 喺入面啦。車身離地距非常之低，以及一啲好特別嘅鯊魚腮位置啦。咁呢度咧都睇得出咧係非常之乾淨利落，而且強而有力嘅一個效果嚟嘅。咁啊，先講下先啦。喺噴塗上面嚟講咧，今次就沿用翻當年嘅呢個70、80年代嘅 Countach 嘅嗰個版本啦。咁啊，噴塗上面非常乾淨啦，唔會話過分厚嘅。我自己覺得咧，佢有啲位置都實淨嘅，唔會話透咗啲白色嘅一啲 highlight 嘅邊緣位啊。今次係完全冇啦，非常之好嘅。咁喺啲鯊魚窿嘅位置，亦都可以體現到佢嗰啲基本嘅特別線條啦，亦都睇到佢哋一啲嘢啦。咁啊，非常乾淨嘅。咁我會由頭講到落尾啦。咁啊，最重要咩啊？仲有好大量嘅唔同嘅碳纖啦，我都會講嘅。咁我哋先從車頭嘅部分講起先。好啦，我哋先從車頭嘅部分講起先啦。嗱，咁整體咧，呢一款林寶堅尼咧係我之前冇見過嘅一種簡潔有力嘅一個設計啦。當年嚟講咧，刻畫林寶堅尼其實佢冇多餘嘅線條喺度嘅，全部都係有必要嘅位置就會有刻畫啦。咁啊，當年 Countach 咧綜合咗好多唔同嘅高科技之餘咧，嚟到2023年咧，當然亦都糅合咗現今嘅科技啦。首先我哋睇到第一樣嘢，保留翻當年嘅設計就係呢兩個下面嘅呢一個進氣位置啦。咁呢一個我哋叫做圓拱形嘅一個設計嚟嘅，喺呢一度咧拿捏嘅大細咧，亦都相當之唔錯啦，亦都唔會話出現佢嗰個深淺度咧，呢一個入去嘅斜位咧，嗰個位置做得唔靚啊，或者一啲圓角位置有少少圓潤嘅，但係大家可以從白色又可以睇得非常之清楚啦。呢啲位置咧喺側邊嘅修飾位亦都帶有少少嘅圓潤啦。咁啊嗱。另外值得一講嘅，當然就係車頭大燈嘅部分啦。咁啊，車頭大燈咧，雖然用翻舊有嘅設計，但係就用上咗全新嘅 LED 嘅一個裝飾嘅器，即係佢嗰個眼啦，以及一個大燈啦，都換上咗啦。咁啊，非常之特別嘅。咁嗱，其實咧，今次 Mini GT 咧喺唔同嘅一個細節刻畫上面，的而且確有啲唔同嘅
首先講佢碳纖嘅上面啦，大家陣間會見到有唔同嘅光面啦、半光面嘅一個碳纖嘅飾演啊。咁大家見到車頭擋風玻璃前面嘅呢一份碳纖呢，我哋就用咗半光澤嘅設計啦，非常之靚仔嘅，而且呢，佢都夠薄啊，可以清晰睇到成個應該要有凸起嘅兩個少少圓拱嘅一個設計啦，睇得非常清楚嘅。咁第二點啦，嚟到車側嘅前沙板部分啦，咁講少少啦，呢隻拎呢，我估咋嚇，佢哋應該用咗新科技㗎，即係當時話嚟緊喺車仔展講話2024年會全面採用啦。我估佢而家下半年都會陸續開始用呢一類型嘅拎，所以非常之清楚，見到每一條軸啦、花紋啦。嗱，呢一個花紋咧亦都講少少冷知識啦，佢係參考咧，原來當年呢個設計咧係參考1980年當時咧個撥號電話嘅風格嚟嘅，我而家先知喎。咁又有一啲冷知識啦，同埋咧，你會見到咧，其實佢嘅設計上面咧，佢呢個圓輪拱形嘅設計係呈現一個當時佢哋一個六角形嘅設計嚟嘅，咁用咗一個上色嘅表達啦，好特別㗎，咁真車嗰個都係咁嘅原來，咁為咗令到嗰個整體側面睇咧好特別嘅一眼就睇得出呢個係寬測嘅一個設計啦。咁好啦，我哋又講下車側嘅部分啦。好啦，嚟到車側嘅部分啦，咁其實咧整體嘅車型嚟講咧係沿用翻當年70、80嗰一款寬測嘅，咁值得留意嘅幾個部分啦。其實一嚟到令到我非常驚喜嘅位置就係呢一個進氣窿嘅位置啦。大家可以從側邊去睇呢個反光位置，可以清晰見到咧，佢係好銳利嘅一個三角形嚟嘅，咁呢一個位置係令到我覺得哇非常加分，因為呢一個咧亦都係佢呢一架車入面好招牌嘅一個設計嚟嘅，當年嚟講啦。咁亦都採用咗唔同質感嘅一個碳纖啦。大家會見到其實車門嘅位置係光澤嚟嘅，而嚟到呢一個組件咧就呈現咗一個半光澤嘅設計，即係佢又喺細心上面睇得出呢一啲刻畫咧，其實佢做得非常非常之好嘅。咁另外嘅一點啦，為咗呢個林寶堅尼嘅過往嘅基因啦，咁亦都用翻當年嘅一個由車身呢個車門嘅位置一路伸延至車尾嘅呢一個我哋叫做刻畫嘅線條啦。呢一條線咧，可以話係林寶堅尼至今一路以嚟嘅一個最主要嘅一條核心線條，我哋叫做咁呢一度刻畫得非常之清楚啦。以及因為基於咧呢隻油咧，亦都唔會話過分地厚啦，咁令到佢嗰個質感咧，亦都睇到呢個輪拱嘅每一級嘅設計啦，喺後面嘅沙板位置呈現咧，亦都清晰可見嘅。最後啦，車玻璃後面嘅呢一個我哋叫做尾窗啦，叫做尾窗啦。鯊魚窿嘅地方咧，其實佢係有做到一個傾斜度嘅，咁呢度亦都相當唔錯啦。咁每一個位置嘅坑紋亦都我覺得都真係幾好嘅。咁最後啦，呢一個我哋叫做進氣窿啦，將呢啲氣流打入去引擎做到散熱嘅效果嘅呢一個位置啦。咁呢一度咧亦都有做到一個弧面嘅一個少少弧面嘅一個設計啦。大家可以從反光位置可以見到啦。咁所以咧，其實有陣時候Mini GT 咧喺呢一啲位置咧，點樣去做到佢個線條咧較為像真咧？咁呢一啲位置就係佢哋嘅優勝之處咯。咁另外一點啦，車頂嘅部分咧，其實除咗固有嘅一個六角形嘅一個菱角嘅設計之外咧，當然亦都融入咗 Sian 嘅呢個天窗玻璃頂啦。咁講少少先啦，呢一個天窗玻璃頂咧，根據翻真車資料咧，其實佢係有個 3D print 嘅，佢係根據太陽嘅紫外線，咁佢會自己會調節光暗嘅。但係咧 Mini GT 咧就為咗要令到大家見到內籠嘅部分啦，就用咗透明嘅飾件嘅。咁亦都講少少啦。最後點解我成日覺得呢架車咁即係已經透露俾大家聽，其實呢架車好高分嘅。最主要部分係咩呢？就係呢個六角形入面呢，其實佢有做到黑線嘅，而呢個黑線呢，唔係我去做嘅，係真係有呢條黑線啊。咁呢啲位置就睇得出佢有啲細心位啦。最後入油蓋嘅位置亦都有去印刷啦。咁唔錯，非常之高質素嘅一款車嚟嘅。好啦，我哋睇下車後嘅部分啦。好啦，嚟到車尾嘅部分啦。咁其實呢，
呢架車係真係糅合咗，仲要融入啲咩呢？Sian，即係叫做跨次世代嘅一款Sian，其實係代表住佢哋林寶堅尼，佢跨越另一個世代嘅一個車啦。咁當然亦都會將呢一架車嘅車身設計呢，會運用翻喺唔同嘅車款啦。咁Countach呢一部新嘅呢，亦都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嚟嘅。咁啊，亦都取消咗啦呢對尾翼啦。咁呢對尾翼係一對升降嘅尾翼嚟嘅。咁呢一個亦都當時佢哋一個好特別嘅一個設計。例如我諗其後咧，大家會見到例如真係如果再出Huracan 啦、Aventador 啦、SVJ 啦，甚至其他款咧，都會見到可能一啲咁樣嘅設計語言啦。咁啊，車尾嘅位置咧，亦都見到用翻 Sian 嘅呢一個六角形嘅一個菱角設計嘅燈啦，咁啊 logo 亦都有啦，咁亦都讚一讚佢嘅就係呢一個碳纖紋嚟嘅，用翻 bearing bond 嘅一個設計啦，咁呢一度亦都睇到啦，咁啊最後四起後嘅位置亦都見得非常清楚嘅，咁啊最後一樣嘢啦，呢個後面嘅呢個散熱網嘅位置咧，亦都非常清楚，每一格大家可以從反光睇得好清楚啦，唔需要多講啦。好啦，咁我哋又打開內籠俾大家睇下啦。好啦，嚟到內籠嘅部分啦，咁其實起初咧我都會諗既然白色車身應該嚟到現代咧，都應該係會用翻白色啦，咁可能黑白或者點樣啦。咁居然咧佢係向翻當年嘅70、80年代嗰一款林寶堅尼嘅Countach咧去做一個還原啦，用翻佢哋嘅棕紅色嘅內籠啦。咁呢一款係當年佢哋好特別嘅招牌林寶堅尼紅色嘅內籠啦，咁配上白色嘅車身線條嘅拉花啦，咁去做一啲內飾嘅飾件啦，咁啊用上咗全新嘅 LED 嘅一個熒幕啦，呢個轉數表亦都用咗 LED 啦，咁亦都換咗大 mon 嘅，咁啊各樣細節上面咧亦都做咗一啲唔同嘅優化啦，咁啊當然即係與時代並進啦。咁啊最後一樣嘢啦，喺機器嘅後面部分咧，咁亦都我跟翻佢當時嘅呢一個設計，就用翻油翻啲顏色上去，令到佢個機械質感咧再重少少啦。咁大家如果買翻嚟可以用 marker 咁油一油咧，咁喺個玻璃窗呢個後面嘅引擎窗上面就會睇得非常之清楚入面啲機件嘅設計啦。咁其實基本上咧睇落咧同之前Sian嗰部個樣咧，其實都係差唔多，係咁，但係當然啦，亦都有少少原汁原味嘅嘢喺入面啦。好啦，我哋合翻埋架車，講下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好啦，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咧，我會俾佢去到9.2分嘅。咁今次咧，無論喺色澤入面嘅準成度啦，整體嘅結構上面啦，以及喺一啲碳纖嘅紋理上面呈現咗多種嘅光澤、半光澤嘅效果啦，以及一啲接拼嘅位置啦，咁呢一啲位置亦都演繹得非常之好啦。咁喺車頂嘅部分咧，無論喺佢個引擎蓋入面啦，以及天窗嘅部分咧，亦都做得相當之唔錯嘅。整體嚟講咧，其實可以透過呢一部車咧，睇到林寶堅尼咧點樣去全新演繹佢哋舊款嘅車啦。咁我亦都好期待之後咧，佢哋都有唔同嘅車款會出現啦。咁好啦，我哋就去做總結啦。大家已經睇晒成部車啦，嗱，我自己咁睇啦，呢一部車就糅合咗以前嘅舊款啦，亦都融入咗而家新款啦，再加埋一啲唔同嘅設計啦，令到而家綻放喺大家眼前嘅呢一部咁正嘅一部林寶堅尼啦。咁真係係咯，係啦，下集講咩呢？係啦，下一集咧就講一部探險車非常之特別嘅。咁喺呢一個系列入面咧，大家一定會話喂，嗰個系列入面又有呢個林寶堅尼又有麥拿倫咁一定係會 miss 咗呢一款車嘅。咁其實咧禾稈冚珍珠，咁我自己就覺得好特別嘅一款車，咁所以我就買咗翻嚟同大家去做開箱啦。咁記得要留意啦。咁如果你覺得呢條影片好嘅話咧，希望你可以俾個 like 我啦，最緊要俾留言話我知你嘅諗法啦。咁最近啲留言少咗令到我啲影片就個 view 數都跌咗嘅。咁希望大家可以幫手啦，即係可以支持我啦，即係當一個支持，俾個留言都 OK 噶啦。咁俾 like 我啦，係啦。咁最緊要咩訂閱我個頻道咧，我仲有好多朋友仔係冇訂閱噶。咁最後一樣嘢啦，我唔知有冇啲唔同國籍嘅朋友仔可唔可以留言話我知，其實你哋睇緊嘅字幕咧有冇話啲咩特別嘅嘢啦？咁因為我想知，因為我想嚟緊想再加啲語言。當然啦，繁體中文我仲學緊啦，咁但係都要時間。
咁啊，係啦，都今次用咗一個新嘅可購買指數啦，咁亦都喺度做一個高呼，可能呢兩集我都會講嘅，你哋可以話我知究竟鍾唔鍾意啦，咁啊大致係咁啦，咁記得我哋下集見㗎喇喎，拜拜。